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隔行如隔山，术业有专攻。隔行如隔山，它所指的是不同行业之间是存在很大的差异，外行人呢很难去理解内行人的这些专业知识跟技能例如医师啦、教师啦、律师啦、厨师啦，都是师，但此师非彼师你说摄影师、理发师、工程师也都是师也是此师非彼师每一种师呢，彼此都是隔行如隔山术业有专攻以前我在马来西亚投资制衣厂的时候呢，我们生产的是运动套装款式非常的复杂。有拉链，有内里，很复杂。但我可以把这种复杂的运动套装做得很好，品质很好，很有型，很帅气。但我们的工厂无法把那种款式很简单的那个圆领衫做得很贴身复杂的可以这个简单的反而不可以所以不只是隔行如隔山连同一个行业的不同项目都好像如隔山一般可见这个术业有专攻指的也不是一定是不同的行业即使相同的行业都各有专业，各有专攻各有不同的技能这个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职业无贵贱而且呢，行行出状元人可以透过谦虚的自信来肯定自己但千万不要过度的自信而自我膨胀那自我肯定是对自己能力、价值跟成就的一种认可。那这种心态呢，是一种健康的自信也是谦虚的自信自我肯定的人呢，比较有自知之明所以能够清楚的了解自己的长处跟短处，并且能够接受别人的意见，来改进自己的不足之处那自我膨胀就不一样了自我膨胀是对自己的高估跟吹捧已经到了脱离现实的地步了自我吹捧的人通常认为自己比实际上更优秀更重要自我加码也因为自我感觉良好那很可能会忽视自己的缺点，而对别人的批评或建议呢抱持着这个敌对的态度，那这种态度很可能导致人际关系的恶化因为目中无人而拒人于千里之外，造成很难接受别人的意见这样当然不会有好的人缘好，那总结来说了自我肯定是一种健康的自信那自我膨胀呢是一种不健康的心态。英国作家叫做萧伯纳他的名闻天下有一次呢，他到俄罗斯遇见一位小女孩那分手的时候呢，萧伯纳跟这个小女孩说了你回去记得跟妈妈说你今天跟大作家聊过天那这个小女孩就微笑的回答这个萧伯纳她说你回去也要记得跟你妈妈说今天跟一位可爱的小女孩聊过天这个小女孩讲过这句话以后，萧伯纳一听马上惊醒发现自己的表现好像有点太自大了后来萧伯纳他有感而发的说我真的学习到一件事情，无论自己有多大的成就都不该自满这是一段很发人深省的对话他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学习不能去分对象小女孩呢也能当这个大作家的老师但前提是你要有像萧伯纳这种有自省能力的人，才能做到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让自己更完善六祖坛经里面也讲到欲得无上菩提，不得轻慢初学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无欲智。那这个是提醒我们不要有我慢心，地位低下的人或根气比较钝的人
有时候呢也会有过人的智慧哦。那地位尊贵的人或根气比较利的人呢，有时候也会有心智迷失之时哦。所以没有自省的人，如果被刚刚这个小女孩这样一讲的话，她可能会不屑一顾的说：“小孩子懂什么啦？”对，有这样子的心态，就变成倚老卖老、轻慢初学了。那这样就不好了。不过呢，即使有在学佛的人稍一不慎呢，也很容易轻慢初学哦。只是说这种的轻慢是比较微细的。我们可能自己没有感觉，但是旁边的人很容易马上察觉哦，所以才说这是围城般的傲慢嘛。也因此佛陀才说不轻未学难呐。人有20难里面的其中一难呐。以前我们有讲过了有一次呢，我跟一位学佛很久，也懂得佛理，也能言善道的居士聊天呐。那我们也彼此认识了那聊天结束后呢，我就以半开玩笑的这个口吻跟他说哎呀，今日我们难得一见呐，在你离开之前，有什么话可以跟我叮咛的呢？结果他回答我说：“刚刚我跟你谈的就是对你的叮咛啦。”我一听，虽然有一点错愕了但还是欢喜接受。我接受的原因是，他也是我的一面镜子让我能马上反观自照警惕自己，我有没有像他这样的心态呢？所以他也是我的一面镜子，也是我的老师。那我这个亲身经历就刚刚那位英国作家的例子一模一样。即使自大，只是如围城般的微小，都不能有。就好像不要小看一只微不足道的火柴它可以烧掉一栋大楼是不是很让人警惕啊？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强项跟弱项能够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这样才会有进步的空间有一个很会射箭的人到一个镇上去表演射箭的这个才能技术他一箭一箭的都命中靶心那众人就给他掌声这个时候呢，群众后面就有一个人他没有鼓掌，他只是对着跟众人说哎呀，这种技术只是熟能生巧而已啦。那这位神射手听到这个人这样讲，不但没有赞赏我，还批评我当然是很不高兴嘛。于是他过去跟那个人说你说这只是熟能生巧，你是什么意思你能射得像我这样准吗？那这个人就说了，我当然是没有办法像你这样啦，不过我可以给你看个东西，因为这个人是卖油的啦。他就拿起一个瓶子瓶颈是长长的，而且瓶口非常的小。那他拿起大桶的油呢，当油倒进这个瓶口很小的这个瓶子里面而且油呢刚刚好了，成一直线呢流进去里面，流进这个瓶子里面，一滴都没有漏出来这个时候呢，他就对着神射手说：“这个技术你做得到吗？”神射手知道他当然做不到因为他的专长是射箭的，而不是倒油那个卖油的就说了：“我没有办法像你一样射箭，但你也没办法像我这样倒油啦。这些都只是熟能生巧而已啦。”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道理就是你练习的是什么，就代表你精通的是什么。你精通的是什么，就代表你的专长是什么。所以我们才说隔行如隔山，行行出状元并且说术业有专攻，闻道有先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不只有你最厉害的。那把这样子的道理把它延伸阐述，那更是印证很多人生的哲理举例来说了有人喜欢攀援拉关系时间久了呢，那这个攀援就变成他的专长了，处处都会跟人家拉关系拍马屁。那有人喜欢抱怨
时间久了呢，抱怨变成他的专长了。碰到什么事抱怨起来都非常的顺手。那有人喜欢比较跟计较那时间久了习惯成自然嘛，所以比较跟计较变成他的专长了。同理，如果你勤于练习清净己心呢，你就会时时充满法喜嘛，因为心中有法嘛，心地清净，那就会带来喜悦嘛。因为清净跟喜悦是两个是互为因果的以前我们有分享过如果你勤于练习反观自照，你就会精通反观自照，碰到什么事就会立即反求诸己，自我反省，而不是去责怪别人、埋怨别人去检讨别人，不会。如果你是勤于练习看开放下，时间久了你会精通看开放下碰到什么事都不会把它放在心上，变成你的专长了。如果你勤于练习心存正念，不正的就排除掉，正的就放进去，那这个功夫久了，自然会起心动念，不离正法，心存正念就会变成你的专长了嘛。这道理都是很通的了唐代的散文家韩愈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人了韩愈讲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他的句子是这样子写：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啦。意思是就是说，青出于蓝，可能胜于蓝呐。那同样的道理资深之人也会有资浅之时还有的学啦叫做有学。那资浅之人呢，也有资深之时所以对自己所学的要有信心叫做无学。对，因此呢，资深的不能瞧不起资浅的，资浅的也不要对自己没有信心其实资深资浅也很难认定就好像圆形跑道嘛你瞻之在前，呼焉在后，到底谁在前谁在后很难讲，看不出来尤其呢，隔行如隔山，术业有专攻谁比较厉害都很难讲。从前有一个博学多闻的生物学教授不管人家对他提出什么样艰深的问题，他都可以回答得出来了。有一天一个小孩子问他了教授爷爷，有一种动物非常特别你肯定不知道它这个生物学上的名字这个教授就很自信满满的说：“你快说，这个动物是长什么样子的，我就可以回答它叫什么名字。”那小孩就回答了：“这个动物它有2个脑袋啦，4只眼睛啦，6只手啦，8只脚啦，那嘴巴跟碗一样大而且身上还长着翅膀，但是它不会飞不过走起路来的时候像一阵风一样，非常快请问教授，这个动物叫什么呢？”这个教授想了又想，就什么也想不出来，最后只好拉下脸去问这个小孩。小孩就说：“连这个都不知道，还敢说认识所有的生物？这个动物的名字叫做妖怪。”这个教授什么生物都懂就是不懂妖怪，但小孩懂妖怪。有一位教授去到一个风景名胜的地方游湖他就雇了一位船夫载着他，一路上风光明媚，阳光普照，风景秀丽，2个人有说有笑，有说有笑。突然间这位教授就问这个船夫他说：“船夫，你有学过数学吗？”船夫就回答了：“哎呦，我没读过书，是老粗一个怎么会数学呢？”那教授再问那你会电脑吗？船夫回答：“哎呀，数学都不会的，怎么会电脑啦？不会。”那教授听完船夫这样讲之后呢，就深深的叹了一口气哎呀，数学也不会，电脑也不会，哎呀，你的人生已经失去30%了啦。那船夫听教授这样子讲，
也只能默默承受啊，因为自己本来就是没读书啊，除了划船以外什么都不会啊。那两个人聊着聊着呢，不知不觉呢，这个小船呢，已经划到了湖中心了，离岸很远了。那这个时候呢，天气突然变了哦，乌云密布，打雷刮风，看起来强风暴雨就要来了哦。这个时候呢，这个船夫很紧张啊，就问这个教授啊，教授，你会游泳吗？教授说：“我没学过，不会呢。”船夫一听，也是深深的叹一口气，说：“哎，游泳这么简单，你也不会。哎，我看你的人生即将失去100%。这个时候你会数学、会电脑有什么用？对不对？这个时候最重要是什么呀？会游泳，至少掉进水里你要能够浮起来。对，所以人人各有专长啊，不要自视甚高，自以为是。”不要觉得自己是高高在上，因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佛陀认为每一个人的潜意识里面呢，或多或少都有轻视他人的心态哦。要做到完全不轻视他人，这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哦。这是因为凡夫俗子啊，只要稍微有一点名气，有一点成就，就很容易产生共高我慢的心了。有些不只是我慢心重，他还会轻慢别人哦，自以为比别人能干，学问也比别人好，而主管却让他做那么卑微的小事，于是他的心态呢就不能平衡了。这样子的人呢，如果看到别人能力比他强啊，他就会升起轻慢之心哦，自卑变成自大啊。所以有才华又自以为博学多闻的人，要他不轻视未学之人，或要他不轻慢初学之人，确实很难呐。因为这也是人性的弱点呐。所以佛陀才说不轻未学难呐。真是透彻人性呐。其实世间没有天生的博学者啊，博学也不是一生下来就会博学啦，而是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跟累积跟环境的培养。那未学的人并不表示他永远学不会哦，只是还未开始学习而已嘛。起步慢不代表就会慢到目的地哦。同理，起步快也不一定找到目的地哦。龟兔赛跑不是这个道理吗？输在起跑点，但是赢在终点对，小时候胖不是胖啊。所以人只要一懈怠，就会不进则退。不是你退步啦，而是别人进步。所以跟人家一比，就是你在退步。然而只要你一精进，就会马上迎头赶上对没有学佛的人我们不能轻慢他哦。如果轻慢他，那就叫做轻慢未学。对不懂佛法的人，我们应该用种种方便法门来教化他，不可轻忽他，因为他就是我们要度化的人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即使早受戒、早修行，还是会很多业障、很多妄想哦。因为可能学佛虽久，但还没有与佛道相应很有可能有时候对方虽然是新学或未学，说不定哪一天忽然一下子开窍了，而入道，那就马上超越我们了。这个在我们学佛团体里面或志工团体里面，就可以看到很多见证了。悟道是要靠根基跟因缘不是看修道的时间长短或投入志工的资历深浅，都不是这个人。即使只是一个小沙弥一个小菩萨或一个新进志工如果他的根气很好，虽然学佛不久，但也很可能短时间之内就超越我们了慈悲三昧水忏里的悟达国师大家都应该都知道，刚出家为小沙弥的时候呢，就已经开悟了呢。唐朝诗人呢李商隐写了一首诗当中提到沙弥说法沙门听，不在年高在杏林。里面这个沙弥
就是指从小就出家而悟性很高的悟达国师啊。悟达国师14岁就会讲经了哦。一般14岁的小孩子子气未脱，都只会玩而已啊。那个时候悟达国师已经是沙弥说法，沙门听呢。意思是说，他是以小沙弥的身份对众说法呢，而坐在台下听法的都是一些年纪比他大的大德跟比丘呢。那第二句不在年高，在性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说法的条件不在于他年纪的大小，而是在于他对佛法的彻悟啊。有时候年纪大的没有体悟，反而是年纪轻的或年纪小的体悟深刻啊。这个在我们学佛团体里面，这常有的事情呢。所以不是说要到几岁才能讲经啊，才能够出来接众，不是的，是在于你对佛法懂不懂。你如果对佛法不懂，即使80岁、100岁都不能讲，要讲也是言之无物的，没人要听的。那这个道理我们是要清楚。那世间人是看年纪，佛陀是不看年纪，也不看身份的。刚刚我们前面一开头就讲，自我肯定跟自我膨胀有没有哈？这两个是不一样的。自我肯定是自信，自我膨胀是什么？是自大。那有自信的人不会花时间去预测结果，因为他知道那只是会让自己患得患失而已的。所以他宁愿把决心跟信心呢，全用在鞭策自己上面，提升自己、充实自己上面。我们举例来说，男生跟女生第一次约会啊，这个自信男跟自大男的差异就非常明显了。自信男呢，他很清楚女生喜欢不喜欢自己啊，这件事呢，只能尊重女生自己的决定。男生在一次的约会中所能做的实在有限啊，因此只能尽量把自己打理得很好啊，展现最好的一面，同时关心对方的需求，营造好气氛，让对方开心。那至于是否能够获得美女的垂青呢？这不是我们男生能够控制的啊。那既然如此，就轻轻松松的享受当下吧。正因为如此心情放轻松，得失心也不见了。这个自然容易的，妙语如珠啊，产生愉悦的交流啊。这个是自信男的表现，是这样子的。那至于自大男呢？自大男在约会开始前就非常在意约会的结果了，而不是过程了。他一开始就很忧心的，这个女生可能看不上自己哦，担心这个女生会拿别的男生跟我比较，要是我比输了，我就成为一次失败的约会啊。那这样的忧虑会扩大成为恐惧哦，那恐惧会演变成什么？防卫，自我防卫。那防卫再变成什么？变成自大防卫自己变成自大，这个大家都懂嘛。刚刚讲那个火鸡还不是对不对？火鸡碰到情况危机的时候，整个翅膀张起来。以前我们讲过，那个熊也是一样会站起来啊，对，自大自我膨胀啊。于是这个自大男就像我刚刚讲的火鸡嘛，对，张开翅膀膨胀自己啊，那一直讲自己的丰功伟绩啦，自己多厉害啦，展现自己有房子啦、车子啦、名表啦等等，并强调自己多厉害，很有人际关系。原本可以双向交流的约会，变成一场单向的火力展示啊！那这个时候呢，你还发现，这个男生只在乎自己啊，根本没对女生保持尊重跟呵护。那最后的结果当然不言而喻啊。同样的道理，一个女人失恋了，一般的负面思考是这样，一般人他的负面思考是这样的：这个女人失去了她所爱的男人啊，那个男人呢，找到了他所爱的女人啊。但是如果我们用逆转的方式，把它转为正面思考那整句话意义是又不一样了那变成，这个女人失去的只是一个不爱她的男人啊，那个男人失去的却是一个深爱他的女人啊。这样的思维转变，其实里面就是充满了自信的表现嘛，不是吗？
那情场是如此，职场也是如此哦。年轻人要去职场面试嘛，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嘛。心态也是很重要啊，就是自信。在面试的时候，我们都很清楚啊，决定权是在面试官的手上嘛，对不对？而且你能凸显的，就是你能说明的呢，其实都已经清清楚楚写在你的履历表上面了嘛，根本不需要在面试官前面的碰轰啊，对啊。那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呢，你是否能将自信展现在自己的脸上，也能将自信流露在对谈之间呢？这个对面试结果是息息相关的呢。因为你的自信，面试者绝对能够感受得到啊。这是讲职场了，那讲道场也是不例外哦。修行过程中，无论碰到任何的情境，都能以平静跟温和的方式去应对。这个是充满自信的人啊，老行宅宅啊，他会让旁边的人觉得，这个是很可靠的人哦，临危不乱啊，处变不惊啊。对，那战场也是一样，有自信的战士在出征之前想的是，我会战到最后一刻，而不是说敌人一定大败，因为我会战到最后一刻，这是自我的决心跟自我期许嘛，是操之在我嘛，是务实的心态啊。那敌人一定大败，这个是操之在他，操之在敌人啊，不是你能预料的了，也不是你主观认为敌人一定会败啊，敌人就会败，也就是不能把胜利寄托在敌人的溃败上面了。这样的寄望就是对自己没信心啊，对不对？所以不是要消灭敌人，壮大自己。做人处事也是如此，不必去打击别人，壮大自己就好。因为你强他就弱啊，你弱他就强啊。以前我们讲过这个道理的啊。那刚刚谈的这个情场、职场、道场、战场，现在连考场也是不例外哦，道理都通哦。有自信的学生哦，上考场前他想的是说，我会尽力准备，争取每一题的分数，而不是我一定会考上第一志愿的。因为前面那一句是对自我的要求跟愿力啊，后面这一句是对结果的预判，也就是孔子讲的“君子求诸己啊，小人求诸人啊”这个道理的啊，要求自己，而不是依靠外境、依靠外人或依靠别人。那这些道理用在球场也是通，都是场。有自信的球员上场前呢，会想我要用尽全力想办法赢球，而不是对手今天一定会被我惨电。前一句也是对自己的自我要求跟愿力，后一句是对结果的预判，没有办法预设立场啦，预设结果很难啦。所以这些道理都是放诸四海皆准啦。总而言之啊，操之在我的事情都无法掌控得很好，那操之在他的事情更不用谈了嘛。也就是说，自己都无法管理好自己，有什么能耐去管理别人呢？如果有人说，还是可以管理别人的啊，尤其主管要管下属，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了。那这个很明显，你是在用权势要求别人来服你啦，而不一定是以德服人啦。以德服人才是最高的领导统御啦。服人也服心嘛，不是吗？那缘不好或德不够，而想要服人，那是很难的事情啦。除非你用的是权力跟权势啊，尤其如果自己都已经是泥菩萨过河啊，自身难保了，自己都欠救了，有什么能耐去救度众生呢？就好像地基没有打好，基础工程都还没有做好，就往上盖高楼，你想想这栋大楼，我们敢住吗？对不对？道理这样解释，我们一听就恍然大悟这个就是孔子讲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君子尽自己的本分去做事，尽到本分的就是有本事的之后才有可能去影响别人或者说服别人。我们读书会也
也在不同的内容中提到好几次啊，因为这个是做人处事的基本概念，很重要。这些道理很容易听得懂，但却不容易做到，难就难在这里了。那真的这么难吗？其实说难也不难啦，因为有心就不难嘛。只要我们努力学习，不轻言停退，则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变高手啊。那到时候呢，我们也会是一个术业有专攻的人呐。好，我们今天晚上读书会隔行如隔山，术业有专攻就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法喜充满，福慧双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